你见过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鲨鱼吗？你知道鲨鱼究竟有多可怕吗？在世界上很多地方，人们都会把鲨鱼比喻成海中狼，甚至海中霸主。人们之所以给鲨鱼安上这种凶恶的称号，其根本原因就是出自鲨鱼的凶猛程度。在海洋里，鲨鱼就像是陆地上的狮子与老虎一样，攻击手段极其凶悍且残忍，凶猛无比。不过也并不是所有的鲨鱼都会主动袭击人类。世界上现存的鲨鱼种类大约有400多种，其中对人类构成威胁的大约也就20多种。它们的体型从几十厘米到几十米不等，有大有小。今天黑土先找出了世界上体型最大的10种鲨鱼，带各位领导再次潜入海洋，认识一下这些凶猛的大鲨鱼。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第10个，太平洋睡鲨。这种鲨鱼主要分布在太平洋北部高纬度地区，它们一般都活动在水下2000米左右深的海域。太平洋睡鲨的体长可达 4.4 米，体重约在1900斤左右。由于其经常活动在较深的水域，人们对这种鲨鱼深入研究的难度相对较大，以至于至今为止，人们还没能完全掌握这种鲨鱼的性情。目前只有在阿拉斯加，人们才有机会研究过一次太平洋睡鲨的饮食。人们在这种鲨鱼的胃里发现了很多巨型太平洋章鱼的残骸。要知道，巨型太平洋章鱼的体型要比太平洋睡鲨大。这种鲨鱼究竟是怎么将比自己体型还要大的猎物猎杀的，至今仍未得知。人们猜测，除非这种鲨鱼的性情同大白鲨一样，都是比较凶猛，或许有能力将巨型太平洋章鱼猎杀。还有一种猜测，就是他们直接食用的就是巨型太平洋章鱼的尸体。至于他们究竟是怎么将这种大章鱼吞进体内的，至今人们仍未得知。第9个，巨口鲨。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鲨鱼，自1976年人类发现它以来，至今已经观察到或捕获到的标本还不到100个。目前人类已知巨口鲨的体长在 5.5 米左右，体重可达1吨。它们的嘴巴很大，嘴巴宽度可达1米，外观看上去很独特。巨口鲨主要是靠滤食浮游生物为生，也就是张开大嘴巴将一些磷虾或者其他微小的浮游生物吸入口中，然后通过鱼鳃将一些细菌或碎屑过滤掉，也就是主要靠吃这些微小的浮游生物为生，一般不会去攻击大型的猎物。由于人类捕获的巨口鲨标本大部分都是尸体，所以人们对这种大嘴鲨鱼的性情还不能够深入了解。虽然是滤食性鲨鱼，但这并不代表它们没有攻击性。这种鲨鱼也属于深水鲨鱼，它们通常都活动在水下1000米深左右的海域，有时候也会上升到200米深的海域活动，特别是到了晚上，它们甚至会上升到大约10几米深的海域活动。不过即便活动深度较浅，人们也很难发现它们，非常稀缺。第8个，大锤头鲨，也叫双脊鲨。这种鲨鱼的体长最大可达 6.1 米，不过通常都在4米左右，大型的个体较少。它们分布于世界各地的热带和暖温带水域。双脊鲨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头部，左右两边都有很明显的向外突出，它们的眼睛就长在向外突出的点上，两只眼睛的间距1米。这种特征对它的视力非常有利，它们可以看到周围360度的范围。这种鲨鱼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鲨鱼，同样它也是鲨鱼中的顶级掠食者。它们可以猎杀大型的黄鲷鱼，甚至其他种类的鲨鱼。这个家伙长着满嘴尖锐的牙齿，游泳速度很快，在捕杀猎物的时候非常凶猛。虽然大锤头鲨袭击人类的事件不多，但是它们对人类仍有非常大的潜在危险，因为这种大鲨鱼完全有能力将人类猎杀吃掉。第7个，哥布林鲨。确切点说，它应该叫欧式尖吻礁。由于其长相怪异，人们才将其称为哥布林鲨。哥布林鲨是一种稀有的深海鲨鱼，这种鲨鱼的体长预估最大可达 6.2 米左右。这种鲨鱼虽然看上去长相凶猛恐怖，但其实它是所有鲨鱼中比较笨的一类。通常情况下，大多数的鲨鱼都拥有强大的咬合力和敏捷的游泳速度以及撕咬能力，但哥布林鲨就比较怪异，它们的性情与它们的长相可以说一点都不匹配。这个家伙的游泳速度很慢，牙齿看上去挺可怕，但其实它并不具备太强的咬合力。它们在捕食猎物的时候，主要是靠伏击，等待猎物在它们面前游过的时候，迅速将自己的下颚向外突出，将猎物包在口中。如果一些猎物较大，一口没有将猎物完全包裹住，一些身体结实的猎物很有可能从哥布林鲨的嘴中再跑出来。这是由于哥布林鲨的肌肉松软无力，并且行动缓慢，猎物就是跑了，它也追不上。除了以上那些弊端，这个家伙的视力也不好。捕捉猎物的时候，主要是靠鼻子上的电感受器来锁定猎物的位置。整体来看，哥布林鲨除了长相凶猛，其战斗力还是略显尴尬。当然，我们也绝不能够忽略掉它对人类的危险程度。如果在海水里遇到它们，对我们人类来说，可能也会有致命的威胁。好，第6个，弧形长尾鲨。这种鲨鱼的整体体型并不算太大，主要就是它的尾巴，加上尾巴，它的整体最大体长可达 6.5 米，但是它的尾巴就比它的头和躯干长了 1.5 倍多。这个巨大的尾巴当然也不是白长的，
它们在捕食猎物的时候，可以用它那强劲有力的尾巴直接将猎物击晕，有时候甚至可以跃出水面，利用尾巴将低空飞行的海鸟直接给击晕。不过这种情况极为罕见。弧形长尾鲨主要分布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热带与亚热带海域，它们经常栖息在距离海岸线30公里的范围内，大部分时间都在距离水面40米深的地方活动，有时候也会下降到更深的水域。据人们对它的观测发现，目前这种鲨鱼并没有对人类造成致命的威胁，通常不会主动袭击人类。第5个，格陵兰睡鲨，这种鲨鱼就比较猛了。格陵兰睡鲨是现存最大的鲨鱼物种之一，而且还是寿命最长的鲨鱼之一。这种鲨鱼的寿命可达300年以上，是地球上现存寿命最长的动物之一。格陵兰睡鲨的体长最大可达7米，体重可达2吨，体型重大，并且杀伤力极强。它们通常被认为是与食人鲨一样凶猛的一种大型鲨鱼，在世界上很多地方，人们都将其称为海洋中的鳄鱼。它们在海洋里同样也属于顶级捕食者，像一些大型的，比如海豹，包括小型的鲨鱼，都是格陵兰睡鲨的食物。从它的食谱中就可以看出它的凶猛程度。不单是水生生物，经过人们观察发现，在格陵兰睡鲨的胃部也发现了北极熊、驼鹿和驯鹿的遗骸。这并不是说它们可以跑到陆地上捕捉这些猎物，而是想表达这种鲨鱼也是一种食腐动物，几乎是肉就吃。我们都知道，通常吃腐肉的动物都是比较凶猛的，毋庸置疑，它们肯定会攻击人类。不过由于它们的活动范围通常都在寒冷的北极地区，而且通常它们都活动在海下1200米深的水域，与人类碰面的机会很少，这就使得它们能够袭击人类的机会几乎非常渺茫，因此它还算不上是对人类最致命的。对了，还有一点没说，就是格陵兰睡鲨的凶猛程度能到同类相食的地步，同类吃同类，并且还不怕食用同类的肉中毒，非常凶悍。好，第4个，虎鲨。虎鲨想必各位领导都比较了解，这个家伙性情凶猛且贪婪，它们几乎会吃掉所有可以吃进嘴里的东西，包括人类丢进海洋的垃圾。虎鲨几乎是水中绝大多数生物的天敌，它们无恶不作，极其凶猛。虎鲨的体长不大，通常也就在 5.5 米左右，但是它的整体体型特别大。虽然比它体型大的鲨鱼还有很多，但是战斗力除了大白鲨能与之匹敌，虎鲨几乎可以干掉绝大多数的鲨鱼。这种鲨鱼之所以这么强悍，是因为它的牙齿是独一无二的。虎鲨的牙齿具有非常锋利且明显的锯齿和侧向尖端，这种构造的牙齿已经强悍到足以切开动物的骨头以及其他坚硬的物质，例如龟壳，虎鲨都可以一口咬碎。并且它的牙齿在一生中会不断地生长出新的牙齿，持续保持拥有锋利的新武器。在海洋里，虎鲨属于顶级捕食者，除了虎鲸有时候会杀死虎鲨，其他的大型鱼类一般是不敢招惹虎鲨的。好，第3个，食人鲨。食人鲨也就是臭名昭著的大白鲨，这种鲨鱼黑图在以往的视频里提到过很多次了，它是对人类最致命的一种鲨鱼，当然它也是海洋里最凶猛的鲨鱼。大白鲨的体长一般也就在5米左右，最大体长可达7米以上，接近8米。它们经常活动在温暖的上层海域，距离人类海上活动的范围非常近。大白鲨之所以对人类来说这么致命，是因为这个家伙好奇心特别的重。当一个物体呈现在大白鲨眼前的时候，它们就会凑上前去咬一口，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主要目的就是确定一下眼前的物体能不能当做食物。这一点就是大白鲨最可怕的一点，它们与虎鲸一样，几乎会吃掉一切可以吃掉的东西，包括我们人类。大白鲨的性情凶猛活泼，游泳速度也很快，锁定猎杀目标后，甚至可以突发快速冲刺，有时候还会成群结队一起觅食。有时候它们甚至可以蜂拥而上，将一头体型巨大的鲸鱼给肢解掉，战斗力相当强悍。第2个，老鲨。老鲨就比较大了，它是海洋里第2大滤食性鲨鱼，体长通常都在7到8米左右，最大的可以达到15米。虽然老鲨的体型在所有鲨鱼中名列前茅，但是它并不属于具备攻击性的物种，对人类的威胁较小。上面咱们提到过，滤食性鱼类主要是靠捕食浮游生物以及小型鱼类为食，很少会去猎杀体型较大的鱼类。老鲨是一种沿海远洋鲨鱼，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北方至温暖带水域，在水下900米左右就可以看到它们的身影。好，第1个，鲸鲨。鲸鲨是海洋里体型最大的鱼类，它的体长全长最长可达18米，体重高达10几吨，寿命预估为80到130年。鲸鲨主要分布在热带和温带海域，在我们国家的南海、东海、黄海南部以及台湾海峡都是鲸鲨的出没范围。鲸鲨同老鲨一样，同样都是滤食动物，一般不需要去袭击其他大型猎物。虽然看上去鲸鲨巨大的体型会给我们一种强烈的压迫感，但其实鲸鲨的性情属于比较温和的一种，一般不会主动去袭击人类。它们的游泳速度缓慢，时不时的会漂浮在海面上晒太阳，在海洋里它们几乎没有天敌。
唯一对金鲨构成威胁的就是人类。近些年来，由于人类对金鲨的过度捕捉，导致金鲨的数量急速下降。现在金鲨已经被列入到濒危灭绝的物种之中。但即便是这样，在世界上很多地方仍有人在大量捕捉金鲨，主要原因就是金鲨身上的部位能卖出很高的价钱，高额的利润一直在诱惑着一些贪婪的人类对金鲨进行肆无忌惮的捕杀。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很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图点个赞，谢谢。你知道世界上战斗力最强的狗是谁吗？你以为藏獒在犬界真的能名列前茅吗？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一提起战斗力最强的猛犬，多数人第一时间可能会想到比特犬。确实，这个品种的战斗力足够强悍，但是除了比特犬，其实还有很多种大型猛犬的战斗力也非常恐怖，有些猛犬的实力甚至都可以与凶猛的野兽相抗衡。今天这期视频，黑图给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战斗力最强的8种猛犬，带各位领导一起了解一下这些凶猛的恶犬。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位列第8位的就是阿根廷杜高。杜高犬是阿根廷的一种大型獒犬，这种犬的肩高接近70厘米，体重可达90斤以上，咬合力更是高达400多斤。这个家伙浑身充满肌肉，看上去给人的压迫感极强，它的性情就犹如它的外表一样，相当凶猛。这种狗最初是人类为了狩猎野生动物才特意培育的一种狩猎犬。很久之前，在南美洲的一些农村地区，人类经常会遭到野猪和美洲狮的骚扰，当地人为了减少农业损失，便特意利用各种烈性猛犬相结合，才培育出的一种新品种。杜高犬的基因里包含了有西班牙斗犬、西班牙獒犬和世界上体型最大的大丹犬，以及凶狠好斗的斗牛犬和全狮犬。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杜高犬与以上的那些犬都有一些相似之处。这几种犬无论是哪一种都是相当凶猛的，而杜高犬则结合了以上那些猛犬的各种优势，特别是耐力。杜高犬的耐力极强，这一点也让它成为了当地的一些竞技比赛中最受欢迎的品种。耐力强就代表可以持续的战斗，体力好的猛犬往往都会占据上风。第7个，巴西菲勒。菲勒犬与杜高犬一样，在很久之前都是一种狩猎犬，只不过不同的是，杜高犬针对的是野生动物，而菲勒犬针对的则是人类。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18世纪时，巴西还盛行奴隶制的时候，一些农场主为了以防黑奴逃跑，就会饲养很多菲勒犬，用来看守黑奴。不仅如此，有时候即便是跑掉的黑奴，这种菲勒犬也可以利用自身超强的追踪能力，依靠气味找到并且能够完好无损的将逃跑的黑奴抓回去。在黑奴的眼里，菲勒犬就像是一个监狱看守一样，在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非常吓人。这种狗的体型很大，它的身高通常都在75厘米以上，体重普遍也都在100斤以上。仅从外表就能看出这个家伙十分强壮有力，它可以轻易地扑倒一个成年人类。由于其体型巨大，并且拥有极强的攻击性，所以目前在世界上很多国家，这种狗都被列到禁养名单中。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巴西菲勒不够忠诚，反而是因为它太过忠诚。这种狗的性情生性凶猛，攻击性极强，对待主人以及家人也极其忠诚。但是除了主人一家以外，一切靠近它身边的人或动物都有可能遭到它的攻击，非常可怕。第6个，南非獒犬。南非獒犬也就是非洲的獒犬，在距今约100多年前，这种狗曾经是一种与野生狮子周旋的一种大型护卫犬。注意，是周旋，它并没有能力干掉狮子，主要作用就是人类为了防备狮子以及非洲大陆的一些野生动物的侵袭而饲养的一种守卫犬。一只优秀的守卫犬必须具备勇猛的性格，这种狗胆子很大，并且非常凶猛，饲养能力也极强。南非獒犬的身高可达63厘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160斤。这个物种虽然看上去笨重，但实际上它们奔跑起来非常灵活。南非獒犬同其他的一些大型猛犬一样，在世界上的很多国家都被禁止饲养，有些地方甚至直接将这种狗定为一种极其危险的品种。它的危险之处其实也就是它的出色之处。南非獒犬具备很强的保护本能，它们会时刻守护以及保卫主人的安全。最突出的一点就在于它们极强的攻击性，这个家伙几乎很少会在战斗中退缩，无论对方的实力有多强大，南非獒犬也敢于对其发起攻击。至今为止，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这种狗仍被当作斗犬饲养。第5个，库达犬。这是一种原产于巴基斯坦的一种大型猛犬，这种狗凶猛异常，身上具备非常强烈的攻击欲望。由于其生性凶狠好斗，所以在当地人们称这种犬为恶霸库达犬。这种狗的体型很大，一只成年的雄性库达犬的肩高最高可达1米以上，体重可达120斤以上。这种狗身材高大，肌肉发达，面部表情凶猛且犀利，看上去给人的压迫感极强。由于其凶猛好斗的性格，在当地几乎不会有人将这个大家伙当作家庭宠物饲养。因为库达犬除了凶狠好斗，它还非常不容易被驯服，主要就是因为这种狗是由多种烈性猛犬杂交而成，体内几乎绝大多数都是烈性猛犬的血统，攻击性极强。平常人家如果饲养这样一只恶犬，可能时不时的就要向外支付巨额的医药费，
所以在当地养这种狗的人，多数都是利用库达犬去参加各种竞技比赛的。对于家养狗来说，库达犬似乎并不出色，但如果作为斗犬，库达犬在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些地区都是一种非常优秀的猛犬。好，第4个卡斯罗犬，这种狗属于一种狗狠话不多的品种。卡斯罗犬虽然在体型上并没有纽波利顿犬大，但是它的灵活程度与凶猛程度要远胜于纽波利顿犬。卡斯罗犬的肩高可达70厘米，体重可达100斤以上。它长有一个巨大的头部，嘴部和头盖骨的牙齿是水平咬合的，一口下去，它可以施加高达500多斤的咬合力。要知道，这个家伙的祖先曾经是在古罗马决斗场上与狮子和老虎，甚至熊这种大型野兽厮杀的。古罗马人甚至还利用它们去狩猎野生狮子，以及参加战斗。由此可见，卡斯罗这种猛犬的实力绝对足够强悍。之所以说这种猛犬狗狠话不多，是因为这个家伙一般情况下并不喜欢吼叫，看上去总是非常高冷。遇见其他的犬种，卡斯罗犬一般也不会主动对其发起攻击。对待陌生人类，通常也不像其他的烈性犬那样吼叫。不过它也不会像一些宠物狗那样热情去讨好人类。总之，大部分时间里，卡斯罗犬都是一副非常高冷的状态。不过它们一旦被激怒或者做好攻击的准备时，那家伙绝对是相当恐怖的。因为卡斯罗一旦发起攻击，便是血战到底，不死不休，直到将对方彻底击败或者咬死才肯罢休，非常凶猛。第3个土佐犬，这是一种原产于日本的一种大型竞技型斗犬。出于其凶猛好斗的性格，在日本这种狗被誉为东方斗犬之王。土佐犬的体型差异很大，日本本土的土佐犬的体重通常也就在120斤左右，而非日本本土的土佐犬的体重最重可达180斤，肩高可达82厘米。也就是说，在日本境内的土佐体型较小，而非日本境内的体型都偏大。这种狗的性情非常古怪，它们很少会像大多数的狗那样吼叫，绝大多数的时间里，它们都非常安静，几乎不会吼叫。这种习惯会使很多人对这种狗放下戒备的心理，觉得它并没有什么攻击性。但实际上，这种狗非常危险，它们在咬人或者对其他动物发起攻击的时候，都是毫无征兆的。土佐犬从来不会通过吼叫去恐吓对方，而是选择趁对方毫无防备的时候，猛地对其发起袭击，非常可怕。再有就是这种狗在训练的时候，是绝对不能大声的呵斥它，甚至去打它。越是通过暴力的手段去对付它，它就越会对主人加深仇恨。所以在训练这种狗的时候，需要温和的语气和方式。简单点说，就是你怎么对待它，它就会怎么对待你，性情相当古怪。好，第2个坎高犬。坎高犬也叫坎加尔牧羊犬，它是原产于土耳其的一种大型猛犬。这种狗身材高大，性情凶猛，并且战斗力极强。成年的坎高犬的身高最高可达1米以上，体重可达160斤。在土耳其，坎高犬等同于我们国家的大熊猫一样，被视为国宝。并且这种狗还是土耳其的1级保护动物，也是世界上唯一一种被视为国宝的犬种。这个家伙无论在战斗力上还是地位上，都要碾压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狗品种。真正的纯种坎高犬其实体型非常高大，并且极具震撼力。在很久之前，这种大型猛犬曾被用于看守家园以及牧羊。据说它有不战而退敌之功。在土耳其当地，谁的家里如果养这样一只狗，小偷或者其他的一些入侵者，只要看到坎高犬，多数都会望风而逃，不敢靠近。主要原因就是这种狗不但外表上吓人，它的力气还很大，特别是四肢的力量以及咬合力。坎高犬是目前人类已知世界上咬合力最强的犬，它一口下去可以向外施加670多斤的咬合力，这足以将人类的骨头压断。一些小偷如果被这个大家伙咬上一口，轻则残肢断臂，重则会有生命危险。毕竟谁也不敢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再有一点就是被这种狗咬到，你还不能像对待其他普通的狗那样去处理它，因为坎高犬在土耳其当地与土耳其公民拥有同等的生存权。再有，这个物种之所以会拥有这么高的地位，主要也是靠自身非常强悍的打斗能力和出色的护卫能力。其实早在14世纪时，这种犬在当地就被当作军队的专用犬种，并且还作为军队的主力之一，跟随队伍南征北战，从事各种任务。他们的祖先大多数都是从战火中存活下来的。要知道，在冷兵器时代，上了战场的狗那是要置对方于死地的，凶猛程度可想而知。如今随着冷兵器时代的逐渐退场，这种凶猛的坎高犬则一直被用于从事各种竞技类比赛。虽然这项运动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遭到抵制，但是坎高犬身上那强悍凶猛的战斗力，如果只用它来看家护院的话，那在很多人看来属于是大材小用了。现如今，随着岁月的流失，很多纯种的坎高犬都散落在民间，与其他品种的狗进行杂交，慢慢的导致世界上几乎已经没有纯种的坎高犬了。现在能看到的大多数都属于杂交品种。好，第一位比特犬。比特犬的全称为美国比特斗牛犬。这种狗是专为斗犬为目的而特意培育出来的一种拥有强大杀伤力的凶猛犬种。比特犬原产于美国，它是由塔斯夫犬和美国斗牛犬相杂交培育出来的。这种狗的体型不大，雄性比特犬的身高也就在50厘米左右，体重可达50斤以上。
它属于一种体型中等的短毛犬，但是别看它体型不大，这家伙一旦干起架来，谁也拉不住。比特犬的性情非常暴躁易怒，在他的眼里，没有任何品种的狗是他的对手，即便是高大凶猛的砍高犬，比特犬也不会将它放在眼里。毫不夸张地说，比特犬敢于对任何品种的猛犬发起攻击。虽然不敢保证它有能力将所有的大型猛犬都击败，但是在打斗的过程中，比特犬绝对能使大多数的大型犬受到重创。之所以敢这样说，是因为比特犬这个家伙身上有一种特殊能力，它们在受伤的短时间内，身体感觉不到任何疼痛，并且可以持续战斗高达2个小时。这个家伙在战斗时，它的睾丸激素向外分泌的速度要比绝大多数的犬种都要快很多。高浓度的睾丸激素可以使它在受伤时不怕疼痛，并且还可以为自身增加超强的耐力，可以持续战斗。毫不夸张地说，这一点与开挂没什么两样。在战斗过程中，比特犬被咬一下，它不疼，但是它咬别人一下，无论是体型多大的狗都会感到疼痛，战斗时间越长就会越疼。也正是因此，比特犬才能够成为斗犬之王。对了，再有一点就是这个家伙并不是永远都不会疼，他只有在战斗时睾丸激素分泌速度快的时候不怕疼痛，等战斗过后激素水平下降之后，他也会感到疼痛。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很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谢谢。你见过比摩天大楼还要高的树吗？你知道在地球上存活了上千年的树有多大吗？在没有看到这些巨树之前，相信大多数人都认为地球上现存最大的生物就是蓝鲸了。其实确切点说，蓝鲸只能算是生物界现存最大的动物，还算不上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生物。最大的生物个体其实多数都是一些参天大树，这些大树由于生长在人烟稀少的深山老林里，所以长期以来一直没有遭到人类的破坏，才能够完好无损的存活至今。其中有一些大树的高度甚至都已经长到了50多层楼房那么高。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给各位领导找出来世界上最大的9种树，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生物界真正的巨无霸。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9个，代表桉。这是一种原产于澳大利亚东南部的一种特有树种，这种树的高度最高可以长到90多米高，它的树干最粗的部分直径最宽可达3米。这种树其实也属于桉树，但是它仅是桉树属的其中一个亚种，整个桉树属共有多达1000多个亚种，而这种代表桉则是其中的一种。这种树的作用与大多数的桉树一样，多数都被人类当作木材用来建房子以及家具，包括日常所用的纸，有很多都是出自这种桉树身上。人们之所以会选择利用这种桉树，主要就是出自它疯狂的生长速度。桉树是世界上生长速度最快的一种树，每年一到了气候适宜的时候，这种树的生长速度会非常快，仅需1天的时间，它就可以向上生长3厘米多，1个月就可以长出约1米左右，1年最快可以长高10米。也就是说，仅需短短的3到5年的时间，这种树就可以长得非常高大。人类即便是将其砍伐殆尽，用不了3、5年的时间，它依然能长成高达50多米的参天大树。第8个，巨云杉。巨云杉也叫北美云杉，这是一种原产于北美西部海岸的一种大型常绿针叶树。这种树最高可以长到将近100米，树干的直径可达5米，它的寿命很长。在美国的奥林匹克国家公园内，有一些巨云杉的树龄已经超过了700多年。这种树的生长速度极快，即便是已经高达30多米的成年巨云杉，它们每年仍能够继续向上增长1米以上的高度。这种树在当地的作用与上面的代表桉一样，多数都被当作一些建筑的木材使用，但是它要比其他的树木用途更加广泛。由于巨云杉拥有高强度的重量比和规则，并且它还具备非常出色的声音穿透力，可以当作声音导体，因此这种树除了被当作建筑木材使用，它还被广泛用于钢琴、竖琴、小提琴以及吉他等乐器的制造。世界上很多吉他的材料就是使用了这种巨型云杉制成的。除了乐器，这种树还可以用来制造帆船甚至飞机的翼梁。人类历史上第一架能够实现自由飞行并且可以操控的动力飞机，就是莱特兄弟制造的第一架有动力的飞机，名为飞行者1号的机身就是利用这种巨云杉制造的。不仅如此，二战前的很多飞机大多数都是用的这种材料。除了以上那些作用，其实这种巨云杉的作用还有很多。毫无疑问，除了高大，它还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木材树。好，第7个，花旗松。花旗松也就是北美的黄杉，这种树原产于北美地区，通常都生长在一些靠近海边的区域。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岛的圣胡安谷内，生长着一棵名为红溪冷杉的巨型花旗松。如果按体积来计算，这棵树则是地球上已知最大的花旗松。据估计，这棵树在地球上已经存活了大约1000多年。由于其位置隐秘，并且距离河流较近，因此满足了它长期生长的必要条件。这棵树的直径为4.2米，周长为9.8米，高度达到了73.8米。如果从体积上去计算，那么这棵树可能是地球上最大的一棵花旗松。其实除了这棵，世界上还有很多种花旗松要比它更高，但是整体体积并没有它大。
这种树最高可以长到120多米，它们主要都生长在一些温和湿润的地区。花旗松的环境适应能力很强，它们可以承受44.3度的极端高温，也可以抵挡零下34度的极端低温。不同地区的花旗松的寿命也会有所不同。再有就是它们的用途，花旗松这种树的木材强度非常坚硬和耐用，因此它被广泛用于重型木质结构。像美国海军的复仇者级扫雷舰的船体采用的就是花旗松制成的。之所以会用木质材料打造战舰，是因为花旗松这种木质材料具有柔韧性、高强度以及重量轻等特点。这种材料所制造的战舰能够使船体承受附近的地雷爆炸，并使战舰具有低磁信号，隐蔽性更强。至今为止，这种木质战舰仍在很多地方被广泛使用。好，第6个，塔斯马尼亚蓝椒。塔斯马尼亚蓝椒也叫蓝桉，这是一种原产于澳大利亚东南部塔斯马尼亚岛的一种特有的常绿乔木。这种树的高度通常也就在50米左右，但是如果生长在一些相对适宜的环境下，它们的高度最高可以长到90到100米的高度。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内吉维斯顿附近长有一棵名为坚强的女孩的蓝桉，这棵树的体积为368立方米，树身高度达82.3米，树干直径为5.54米，周长则达到了19米，非常巨大。可惜的是，这棵大树于2019年2月在塔斯马尼亚丛林大火中被烧毁。在烧毁之前，它曾是澳大利亚体积第2大的树木。这种大树的木材质量较差，很少有人会利用蓝桉这种木材建造房屋。这种树广泛被人们用于提炼药物，无论是它的树皮还是树叶，都有一定的药用价值。第5个，王桉，它是杏仁桉的一个变种，之前也被称为澳洲杏仁桉。这种树原产于澳大利亚南部，通常都生长在一些年降雨量高达1200毫米的凉爽山区。现存最高的王桉树是一棵名为百夫长的树，这棵树位于塔斯马尼亚南部。截止到2018年，这棵树的高度达到了100米，直径为4.05米，周长超过了12米。不过它还不是这个物种里最大的，据测量记录，之前有些个别的王桉树的高度达到了130多米，有些甚至高达150多米。只不过这些更大的个体不知是何原因倒塌，或者有些在森林大火中被烧毁了。如今现存最大的名为百夫长的王桉树，也在2019年2月中遭到了森林火灾的伤害。不过庆幸的是，它并没有被完全烧毁，大树的底部被火烧出了一个空洞，虽然受损较为严重，但仍存活于世。总之，这种树可能是世界上所有树种里最高的树。王桉树同桉树属的大多数树种一样，它的生长速度也非常快。在生长的前20年里，它的生长速度每年最快能增长超过2米，但是随着树龄的增长，它的年生长率也会逐渐减慢。好，第4个，西部红柏。西部红柏也叫北美乔柏以及红雪松，这种树原产于北美的太平洋西北部，在加拿大的环太平洋国家公园内生长着一棵名为奇瓦特巨人的巨型西部红雪松。这棵树于1988年被发现，如今它是加拿大境内最大的一棵树。这棵树的高度为56米左右，虽然不及以上的那些树高，但是它要比以上的那些树大得多。这棵树的树干直径超过了6米，需要12个成年人张开双臂才能将这棵巨树环抱一周。木材体积高达450立方米，所含的木材足以制作400多根木质电线杆，非常巨大。据估计，这棵树至少已经存活了上千年之久。其实不止这一棵树，所有的西部红柏普遍寿命都很长。其实它们的高度最高可以长到70多米高，树干直径最宽也可以长到7米长。这种树最特别的一点就在于它们的防腐能力。西部红柏的木材芳香且耐腐蚀，即便是被砍掉的西部红柏，它们仍能保持至少100年的时间而不会腐烂。然而这种防腐能力仅存在于较大的树木上，一些树苗或者较小的西部红柏则不会拥有这项防腐能力。第3个，贝壳杉。在新西兰的北地地区的一个森林里，长有一棵名为森林之神的巨型贝壳杉。据估计，这棵巨型贝壳杉的年龄至少能够达到1000多年。它是目前人类已知地球上最大的贝壳杉树，但不是最高的。这棵巨树的高度达45.2米，周长为13米，胸径接近5米，树冠的宽度达35米，整体体积高达516.7立方米。它的树干虽然并没有太高，但是树枝的跨度非常大，整体算下来体积非常巨大。这种树不但体型巨大，它还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品种。据研究发现，贝壳杉最早出现在距今约5万多年前，甚至更早。之所以会有这种说法，是因为人们曾在新西兰北岛的泥炭沼泽中发现过被埋藏了长达5万多年的史前贝壳杉。由于被封闭在化学平衡的环境中，使得这种5万多年前的贝壳杉仍旧被保持得很完美，有些甚至都可以与新砍伐的相媲美。如果经过干燥处理，这种史前木材仍可以被制成家具使用。第2个，海岸红杉。海岸红杉也叫北美红杉，这种树原产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海岸，通常都生长在气候相对湿润的环境下。这种树的高度最高可达115米以上，直径最长接近9米，但是树皮的厚度就可以达到25厘米以上。
在美国的红木国家公园内，就长有一棵名为格勒根断层的巨型海洋红杉。这棵树的高度达到了95米，整体体积高达1194立方米，树干的直径为8.34米，周长则达到了惊人的26米，至少需要15个成年人手拉手才能将其环抱一周。这种树与贝壳杉一样，抗腐烂能力也很强。人类已知寿命最长的一棵海岸红杉的寿命，估计已经达到了惊人的2200多年。也就是说，有些巨型海岸红杉可能从汉朝开始就已经生长在这里了。它们之所以能在地球上生存这么多年，主要也是出自自身强悍的抗损伤能力。在它的原产地，这种树一般很少会遭到病虫的损害。树木自身已经发展出各种适应性，比如它的树皮不但厚实，并且非常耐火。一些小型的森林火灾通常并不会给海岸红杉带来太大的伤害，主要原因就是这种树的身上几乎不含易燃的沥青或者树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挡大火的焚烧。即便一些树枝或者某些部位被烧毁，它也能够很容易的长出新的树枝，甚至一整棵海岸红杉都被烧毁，新的树芽也会从它的根部重新发芽生长。其实在一定程度上，火灾实际上有利于这种大树的生长。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火灾会导致海岸红杉周围的其他植物大量死亡，而这种树自身具备一定的抗火能力。等大火过后，其他植物被烧毁，海岸红杉的周围就会少很多与自己争夺养分的竞争植物。也就是说，火灾的范围越大，对海岸红杉来说越利于自身的生长。好，第一个，巨杉。世界上最大的一棵树生长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红杉国家公园内，这棵树名为谢尔曼将军树，它通常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谢尔曼将军树的高度达83.8米，底部最大直径达11.1米。早在2002年，它的体积就已经达到了1487立方米，周长则达到了31米，整体重量估计高达2800多吨，大约需要20个成年人手拉手才能环抱住这个巨树。据估计，如果用这棵树打造一个大木箱，那么这个大木箱大到足以装进一艘万吨级的远洋轮船，如果用来建造房屋，至少可以打造40栋全木质大别墅，非常巨大。据推测，这棵巨树的年龄可能已经超过了3500多年，而在3500年前，我们可能还处于新石器时代，而这棵名为谢尔曼将军的巨杉树很有可能在奈时期就已经生长在这里了。这种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大约 1.5亿年前的侏罗纪时期，巨杉曾是侏罗纪时期的代表性植物。很久之前，这种树曾遍布北半球，后来地球历经过冰川时期后，大片的巨杉被灭种，只有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小片地方保留下来了少量的幸存者，因此这种巨杉十分稀有。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兔点个赞，谢谢。